2026年2月28日的凌晨，德黑兰的夜空被撕成了碎片。以色列与美国的战机在同一个时刻扑向这座城市，超过1000个目标在24小时之内被逐一锁定。飞弹与炸弹落在军事基地，落在防空系统，落在总统府所在的街区，落在那个掌控了伊朗整整36年的权力核心。当清晨的第一缕光照进瓦砾，全世界收到了同一则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死了。这不是电影里的桥段，这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一个统治了一个国家超过3个世代的名字，就在一夜之间，从新闻的头条变成了讣告版面上冰冷的黑框。可就在这场袭击发生的半年之前，在遥远的新德里，有一位女子曾经平静地写下一句话。她说，伊朗的领导层将会迎来一场血腥的更替。当时没有多少人把这句话当一回事，占星师的预言年年都有，听过也就忘了。可是当2026年的春天真的到来，当哈梅内伊的名字真的出现在全世界的讣告上，人们才猛然想起，原来早就有人看见了这一切。他不是唯一的一个，但他是最早看见的那一批人之一。而更让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在这场预言应验之后，他并没有停下脚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在华语世界里几乎没有人详细介绍过的印度女占星师，她的名字叫玛尼莎·阿胡加。在西方的占星圈子里，她早已是一个被反复提起的名字，可是在我们所熟悉的中文媒体当中，她却几乎是一片空白。她成功预言了美伊冲突的方向，而在这之后，他再一次对2026年下半年一直到2027年的世界局势发出了新的警告。这一次，他所谈论的是川普，是俄乌战争，是中国，是这个世界正在悄然逼近的一场大变局。而他说出的一句话，让许多人在听完之后久久沉默。他说，真正的大事现在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一起把他所看见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摊开来看。我们会看到他是如何在半年之前就精准地预见了那位伊朗最高领袖的结局。我们会看到全世界那么多互不相识的占星师是如何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令人心惊的时刻。我们更会看到他对于川普的惊人断言，对于俄乌战争的悲观判断，对于中国转型的深沉忧虑，以及他对整个世界即将迎来一场大重整的预言。这些内容有的让人震撼，有的让人不安，也有的反而带着一丝意想不到的希望。无论你信或不信，这都是一趟值得走完的旅程。因为在这些预言的背后，藏着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关于这个时代的真实脉动。那么，我们就从头开始说起吧。那么，他究竟是谁？为什么一个原本在中文世界名不见经传的人，会值得我们花上这么长的时间，认真的去听他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们不妨先把时间往回拨，看一看这位女子的来历。玛尼莎·阿胡加出生并且长期生活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她所使用的是一套在印度传承了数千年之久的古老体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吠陀占星。这套体系和西方我们比较熟悉的12星座占星并不完全相同，它更加古老，计算的方式也更加复杂。它强调的是行星在真实天空中的位置，强调所谓的大运与流年。而阿胡加最为擅长的，并不是替某一个人算姻缘、算财运，而是一个听起来就格外沉重的分支——世运占星。什么叫做世运占星呢？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国家当成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来看待。一个国家有它诞生的那一刻，有它正式建国的那个时间，于是他就拥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命盘。透过解读这一张国家的命盘，占星师会试图去推算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它的兴盛，它的衰败，它的冲突，还有它的转折。这是一门古老而又冷门的学问，全世界真正精通的人并不多，而阿胡加正是其中被公认为最为敏锐的那几位之一。他钻研这一门学问已经超过20年之久，他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半路出家，这是他投入了半生心血的志业。也许你会觉得，用一张命盘去推算一整个国家的命运，这听起来实在太过玄乎。
可是如果我们翻开历史，就会发现这样的做法其实由来已久。早在遥远的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帝王将相在决定征战、迁都、登基这些关乎国运的大事之前，往往都会请来精通天象的人仰望星空，卜问吉凶。那个时候的人们深深地相信，天上的星辰与人间的兴衰彼此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呼应，日月的运行、行星的聚散被看作是某种来自上天的预兆，而世运占星正是这样一套古老智慧流传至今的遗产。他试图回答的是那些最为宏大的问题：一个王朝为何会崛起？一个帝国为何会衰亡？一场战争为何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爆发？阿胡加所继承并且钻研的正是这样一套横跨了数千年的观星传统。他相信每一个国家在诞生的那一刻，天空的模样就已经在冥冥之中为他的一生埋下了某种伏笔。而他的来历还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阿胡加并不是一个从小就躲在深山古刹里的神秘主义者，恰恰相反，他曾经拥有一段相当风光的职业生涯，在印度的大企业当中担任高阶主管，是那种穿着利落套装，出入高级写字楼，管理着整个团队的职场精英。可是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他却选择放下这一切，跟随他的占星恩师，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一门古老的学问当中。他的这位恩师名叫拉奥，是印度公认最受尊敬的占星学者之一，年过九旬，桃李满天下。正是在这样一位大师的引领之下，阿胡加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这个位置。而这些年来，他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各地的占星圈子里累积起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靠的并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一次又一次针对国际局势的精准判断。他曾经多次就各个国家的政治走向发表过看法，也曾经在许多重大事件发生之前做出过令人印象深刻的预测。正因为如此，每一年当他坐下来开始逐一分析世界各大国的命盘时，总会有无数双眼睛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屏息等待着他的判断。可以说，在世运占星这个小众而又神秘的领域里，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块招牌。所以你看，他并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的江湖术士，他有着严谨的师承，有着扎实的研究，也曾经在最现实的商业世界里真刀真枪地打判过。这样的背景让他说出来的话多了几分沉甸甸的分量。那么我们回到最关心的问题，他关于美伊冲突的那一个预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又是在什么时候看见的？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2025年的9月，那个时候的伊朗，表面上还是那个我们所熟悉的伊朗，最高领袖依然稳稳地坐在权力的顶端，一切看似风平浪静。可就在这个时候，阿胡加从伊朗这个国家的命盘当中读出了一个令人心惊的讯号。他判断伊朗的领导层即将经历一场剧烈的动荡，一场血腥的更替。他并没有把话说得含糊其辞，他所使用的那个词是血腥。而到了2026年1月16日，也就是那一场袭击真正发生的1个多月之前，他再一次公开地重申了这个判断。他所看见的方向始终没有改变，伊朗的最高权力将会迎来一个残酷的结局。我们必须非常诚实地说明一点，阿胡加当时并没有明确地指出2月28日这个具体的日子，他给出的是一个结局，一个方向，一个关于伊朗领导层即将崩塌的清晰判断。而真正让整件事情变得诡异起来的是，他并不孤单。在2026年的年初，全世界有那么一小群使用着完全不同占星方法的人，竟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聚焦在了同一个时间窗口之上。这种现象本身就足够让人脊背发凉了。我们来看看这些人都是谁。有一位以研究金融市场走势而闻名的女占星师，她运用的是一套古老的周期分析方法，而她算出的那个确切日期，精准得让无数的同行瞠目结舌，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她在2月初就发出警告，说2月中旬的那一场日食极其危险，天王星这颗代表着震撼与突变的行星正在对这场日食形成猛烈的冲击，而这股能量恰好落在了川普的命盘之上。他说，这场日食把川普、把以色列、把伊朗
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这是一个极度不稳定的凶险格局。还有一位住在新加坡的占星师，他使用的是一种把星象投射到世界地图上的独特技术。他发出了一则极为明确的旅行警告。他说2月底到3月初，中东地区将会极度危险，凡是要前往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前往阿曼、前往伊朗的人都务必要小心。他甚至点出了火星与天王星在那几天所形成的紧张角度，说那是一种充满了冲突、暴力与军事对抗的能量。他的这一则警告后来被全世界观看了超过800万次，而事实证明，他所圈定的那个危险窗口2月27日到3月2日准得可怕。再往下看，还有一位住在杜拜的费陀占星师，他本身还是一位心理学家。他把2月15日之后标记为关键的日子，并且断言美国极有可能会亲自下场介入。他说，他们要么会直接发动某种形式的攻击，要么会竭尽全力地去激化这一场冲突。而另外一位资深的占星师早在1月30日就写下，2月初的那一个周日，伊朗可能就会遭到攻击，并且提醒人们注意接下来长达2周的满月周期。还有一位被称为赤脚占星师的印度学者，他在1月18日提到了一个惊人的观点。他说，那个曾经在1978年到1979年之间带来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古老星象周期，如今又回来了。他把2月23日到4月1日圈为关键时期，并且说他早在前一年就已经看见了伊朗最高领袖将要面临的重大危险。而这样的例子还远远不止这些。有一位在网络上颇有名气的女占星师注意到，天王星此刻正好运行到一颗自古以来就与斩首与领袖陨落紧紧相连的凶星之上。他说，这预示着位高权重之人将从权力的高位上重重跌落。还有一位占星师在2026年的1月就明确地写下，2月26日前后，他看见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更有人翻出了一份尘封已久的旧预言，那是早在将近10年之前，就有占星师根据伊朗的国家命盘做出的判断，说这个国家终将迎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权力将不再牢牢地攥在金字塔顶端那极少数人的手里，而会被重新分配到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的身上。将近10年之后回头再看，这一句话竟然一语成谶。这些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声音，就像是一片片拼图，当你把它们一块一块地拼凑到一起，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完整图像就这样浮现了出来。你看，这些人来自英国，来自新加坡，来自杜拜，来自印度，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任何的串通，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门，各不相同。有的是传承了数千年的古老吠陀体系，有的是西方的现代占星，有的甚至是专门用来预测股市涨跌的技术。可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惊人的一致，全都指向了2026年2月底到3月初的那一个窗口，全都指向了伊朗最高权力的崩塌。这种现象有一个名字，叫做预言的汇流。当只有一个声音发出警告，你当然可以把它当成是一次巧合。可是当来自世界各地互不相识的许多个声音，用着完全不同的方法指向了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结局，那份沉甸甸的不安就再也无法轻易地被拂去了。而阿胡加正是这股汇流当中最早也最为坚定的其中一个声音。他在半年之前就看见了那个结局，并且在袭击发生的1个多月之前再一次地确认了它。然后2026年2月28日，那一个所有人都在指向的窗口真的降临了。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其规模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以色列出动了大约200架战机，发起了以色列空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协同空袭。这一场行动被以色列命名为咆哮雄狮，而美国方面则同步展开了属于自己的行动，代号史诗之怒。仅仅在最初的24小时之内，就对伊朗境内超过1000个目标发动了打击。在最初的12个小时里，美以双方合计发动了将近900次的攻击，飞弹与炸弹如同暴雨般倾泻而下，伊朗的军事基地、防空系统、飞弹设施、海军舰艇一个接着一个被摧毁。而那最为致命的一击落在了伊朗的权力顶端，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击中身亡，随他一同陨落的还有数十名伊朗最高层的人物，其中包括国防部长，包括革命卫队的最高指挥官，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统治了伊朗36年的那双铁腕，就这样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那一天，全世界都被镇住了。从清晨到深夜，各大新闻台的画面里反复播放着德黑兰上空升起的滚滚浓烟。人们坐在电视机前，坐在手机荧幕前，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因为所有人心里都清楚，一个统治了伊朗长达36年的最高领袖就这样猝然陨落。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生死，它意味着一整套维系了数十年的旧秩序在顷刻之间轰然崩塌。它意味着中东这盘棋被人一把掀翻，所有的棋子都要重新落位。这是一道被跨越的门槛，一旦跨过，就再也回不去了。而在那一片震惊与惶恐之中，总有一些人默默地想起，原来这一天的到来，早就有人预言过那份震惊，于是又多了一层更深的含义。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那么阿胡加的预言最多也只能算是一次惊人的准确而已。可是真正让人感到脊背发凉的是他的另一半判断。他不只说了伊朗的领导层会崩塌，他还说这一件事不会就此平息，伊朗的局势会持续的恶化下去。而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几乎就是照着这一句话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哈梅内伊死后，伊朗并没有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就此屈服，他以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展开了猛烈的报复，向以色列，向波斯湾沿岸的美军基地，向那些协助了美以行动的海湾国家发射了一波又一波的飞弹与无人机。紧接着，黎巴嫩的真主党也卷了进来，向以色列的北部发动火箭攻击。一场新的黎巴嫩战争就此被点燃。而对全世界来说最为直接的冲击是荷默兹海峡。这一条狭窄的水道承载着全球将近1/5的石油运输，每一天都有将近2000万桶的原油从这里经过。当战火烧到了这里，当这一条海峡陷入瘫痪，全球的油价应声飙升，一场能源危机就这样席卷而来。物价上涨，通膨加剧，金融市场剧烈震荡。这一场远在中东的战争，让地球另一端每一个去加油站加油的普通人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份切肤之痛。伊朗这一边，一位名叫穆杰塔巴的人物接替了哈梅内伊的位置，试图稳住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战争一直持续，激烈的交火进行了整整40天，一直到2026年4月8日，一份脆弱的停火协议才勉强生效。而在此之前的鏖战当中，光是伊朗革命卫队就有超过6000名成员阵亡，另有超过15000人受伤。据估计，这一场战争给伊朗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450亿美元。到了2026年6月，美国与伊朗之间又宣布达成了一份备忘录，勾勒出一个为期60天的谈判框架。这一份文件在6月17日由川普在法国的凡尔赛宫签署，而伊朗的新任总统则在德黑兰签署。一时之间，人们似乎又看到了一丝和平的曙光。然而，阿胡加的判断再一次应验了。他说过，这一件事不会轻易的平息。果不其然，那一份看似带来了希望的协议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伊朗在荷默兹海峡对商船发动的新一轮袭击，让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到了2026年7月8日，这份临时的停火协议在双方新的攻击当中宣告破裂。截至我们现在谈论这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一场冲突依然没有真正的结束。波斯湾的上空依旧笼罩在战争的浓重阴影之下。直到今天，一艘艘的货轮依然在荷默兹海峡的入口处小心翼翼地徘徊，不敢轻易通行。而这一场战争所带来的涟漪早已远远超出了中东的范围。飙升的能源价格让全球许多国家的通膨压力雪上加霜，动荡的局势让无数家庭被迫背井离乡，沦为战火中的难民。金融市场的每一次剧烈波动都牵动着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钱包与生计。这就是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它从来不会只停留在爆发的那一个地点，它会像投入水面的石子，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最终波及到这个紧密相连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初阿胡加说这件事不会平息，如今看来，这一句话的分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沉重。从他最初的那一个预言，到领袖的陨落，再到局势一步一步的失控，阿胡加所描绘出的那一条轨迹，就这样在我们的眼前一寸一寸地变成了现实。好，现在最为关键的部分来了。既然他关于伊朗的判断如此地准确，那么在这一场冲突之后，他对接下来的这个世界又说了些什么呢？这才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真正想要带给你的东西。因为如果他连伊朗都说对了，那么他接下来所说的每一个字，我们或许都应该认真的去听一听。而他首先谈到的是一个我们每一天都能在新闻里看到的名字——川普。阿胡加关于川普的判断，用一句话来概括，就足以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他认为川普很有可能无法顺利地走完他的这一届任期。请注意，这并不是在说他这个总统当得好还是不好，而是在说他到底能不能够平安地走完这4年。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而这个判断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孤名。事实上，在印度的占星圈子里，有相当多的占星师透过分析川普的个人命盘，得出了彼此之间高度相似的结论。他们的推算大致是这样的：川普目前正走在一段被称为木星与金星的大运之中，这一段时期从2024年一直延续到2027年的年中。在吠陀占星的体系里，这是一段充满了剧烈转折的时期，尤其是当它牵动到命盘里那些代表着危机与凶险的位置时，往往就预示着动荡与意外。他们把几个特别危险的时间窗口标记了出来。2026年的年初，也就是那一场伊朗战争爆发的时候，是第一个。而接下来从2026年的年中一直到2027年的年中，再到2027年的4月，被认为是尤其凶险的阶段。他们所谈到的风险并不只是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麻烦，还特别的提到了健康，提到了心脏与血管方面可能会突然出现的问题。有的占星师甚至给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区间，他们认为川普的领导地位有可能会在2026年的10月底到2027年的3月底之间遭遇一次严重的崩塌。而在他们的推演当中，美国这个国家本身也将在2026年的春天进入一段被称为罗喉大运的时期。那意味着市场的动荡、政治的不安，还有债务与通膨的层层压力。在这些占星师的推演当中，有几个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格外的引人注目。第一个是健康，尤其是与心脏相关的隐忧。他们特别点名了2026年3月初的那一场月食，说它恰好落在了川普命盘里最为敏感的位置，有可能会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触发某种与心血管有关的健康危机。第二个关键词是声望的跌落。他们认为从2026年年中到2027年年中的这一整年，川普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见得是外部的敌人，而是自身威望的滑落，是那种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处境。第三个关键词则是突如其来的中断。他们反复使用着中断这个词，暗示着某种让他不得不提前退场的意外。这意外可能来自健康，可能来自法律，也可能来自某个此刻还完全无法预料的变数。这些冰冷的判断叠加在一起，才拼凑出了那个让人倒吸凉气的结论。他能不能走完这4年，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也未免太悬了吧？一个大国的领袖，怎么可能因为天上的星星走到了某一个位置，就走不完自己的任期呢？我们必须非常清醒地说，这些统统都只是占星师的推算，是一种古老的预言方式，它不是科学，更不是命中注定的判决。川普这个人本身就是以打破各种各样的预测而闻名的，多少次人们断言他大势已去，可他却总能够起死回生，甚至有人说他拥有着魔鬼般的运气。所以把这些预言当成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是非常不理智的。但是有那么一个值得我们留意的时间节点，恰好就落在了这些预言所指向的窗口之内，那就是2026年11月的美国期中选举。这一场选举的结果会如何去牵动美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会不会让某些人一直想做却做不成的事情变得更加困难？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在密切关注的现实问题。占星师所看到的是天上的星象，而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政治转折点。星象也好，现实也罢，2026年的下半年对这位美国总统来说恐怕都不会是一段轻松的日子。谈完了川普，阿胡加把目光转向了另一场已经持续了太久的战争——俄乌战争。关于这一场战争，他的态度同样不容乐观。早在2022年战争才刚刚爆发不久的时候，他就曾经判断这一场冲突会进一步的升级，而不会很快的平息下来。如今时间已经走过了好几个年头，这场战争依然焦着在那里，看不到一个清晰的结局。而阿胡加现在的判断是，俄乌战争在短期之内仍然难以真正的画上句点。这一场战争走到今天，早已不是当初任何人所预想的模样。它像一台永不停歇的绞肉机，吞噬着无数年轻的生命，也拖垮着交战双方的国力。前线的战壕里，士兵们在泥泞与炮火中日复一日的对峙，家园被摧毁的普通人流离失所，看不到归期。而在战场之外，这一场冲突所引发的能源与粮食危机早已波及到了远隔千山万水的许多国家。有多少次人们以为和平的曙光就要出现了，可每一次那微弱的希望最终都被新一轮的炮火所吞没。阿胡加的判断之所以显得如此沉重，正是因为他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一场战争陷入了这样的僵局，当双方都无法轻易的取胜，也都无法体面的退场，那么他就很可能会以一种令人绝望的方式继续拖延下去。这是一个听起来让人有些沮丧的预言，可它偏偏又和许多现实的观察能够对得上号。这一场战争早已演变成了一场漫长的消耗战，一场没有任何一方能够轻易抽身的僵局。而有意思的是，在西方的占星师当中，也有人把普丁、把川普、把已经陨落的那位伊朗最高领袖放在了同一个类别里去看待。他们认为这是一批属于旧时代的强人，是一群依然站在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试图用铁腕去掌控一切的老人。而根据他们对一个名为冥王星进入水瓶座的巨大天象周期的解读，这样一个属于强人的时代正在缓缓地走向终结，权力将会从那少数几个高高在上的人手中，慢慢地重新分配到更加广大的群体手里。这是一个横跨了整整20年的漫长进程，而我们恰好正站在这个进程刚刚启动的门槛之上。在这些占星师的描绘当中，还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那就是女性力量的崛起。他们相信，在未来的这20年里，随着那个由少数强人主宰一切的旧时代逐渐落幕，越来越多的女性将会走上历史的舞台，在各个国家、各个领域扮演起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甚至把这个进程追溯到了人类历史上那些一再重演的古老循环，说每当一个由男性权力所主导的时代走向极端，走向滥用，紧接着往往就是女性力量开始觉醒与上升的时刻。这样的叙事听起来或许带着几分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它也确实呼应了我们在现实世界里正在慢慢看到的某些变化。无论你是否认同占星的逻辑，一个更加多元、更加不再由极少数人说了算的世界，或许正是许多人内心深处共同的一种期盼。当然，这只是占星师的一种宏观的叙事，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看待世界的有趣视角，而不必全盘的去接受它。但是无论如何，俄乌战争迟迟无法落幕，这确确实实是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的现实。而阿胡加的预言只不过是为这一份现实又添上了一层更为凝重的底色而已。接下来要谈的这一部分，恐怕是我们每一个华人都会格外关心的，因为阿胡加的目光也投向了中国。作为一位擅长世运占星的印度占星师，中国的命盘自然是他长期以来研究的重点之一。而他给出的判断是，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深刻的转型阶段。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地来理解这一句话。转型这个词语本身是中性的，它既可以是脱胎换骨的向上突破，也可以是充满了阵痛的艰难调整。阿胡加所看见的是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正处在一个内外压力交织的关键时期，
从他的角度来看，未来的这几年，中国会面临相当程度的内部挑战，尤其是在经济这个层面之上，各种积累已久的压力可能会在这个阶段集中地显现出来。这并不是在说中国一定会发生什么，而是在说这是一个充满了变数，也充满了张力的窗口期。旧的模式在遭遇瓶颈，新的道路还在摸索。这样的阶段对任何一个大国而言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而在这其中，他特别地点出了一段关系的转折，那就是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位印度的占星师，他对这两个亚洲巨人之间的一举一动有着格外敏锐的观察。他判断未来的这段时间，印中关系可能会迎来一个全新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究竟会朝着哪一个方向去发展？是走向更深的紧张与对峙，还是走向某种意想不到的缓和？这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他所看到的是一个充满了变动的格局。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得更宽广一些，就会发现，在许多占星师的判断当中，2025年到2027年这几年，本身就是一个属于大国博弈的巨大转换期。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这些牵动着整个世界命运的力量，都被认为正处在各自命盘的重要关口之上。旧有的秩序在松动，新的格局在酝酿，而这一切都被浓缩在了未来这短短几年的时间窗口里。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亚洲的人来说，这样的判断听起来自然是格外的有切身之感。毕竟，当今世界许多最为紧绷的神经都汇聚在这片土地之上。大国之间的每一次角力，每一回试探，都可能在我们身边激起层层的涟漪。经济的冷暖，供应链的起伏，还有那些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张力，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所以，当占星师谈论起大国格局的重新洗牌时，我们听在耳里，心里难免会多几分沉重。但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占星师所描绘的终究只是一种可能的轮廓，而不是一份注定的剧本。历史的走向从来都不是由天上的星辰单方面决定的，它更是由无数人在关键时刻所做出的选择，一点一滴汇聚而成的。与其被那些遥远的预言搅得心神不宁，不如把它们当成一面镜子，让我们更加清醒地去看待自己所身处的这个时代。说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提一提阿胡加最近所描绘出的那一幅更为宏大也更为惊人的长期图景了。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更加遥远的未来。2027年到2034年，他把这一段长达7年的时期形容为一场全球性的大重整。在他的推演里，这是一段全球权力格局将要被彻底重新洗牌的岁月，旧有的霸权将会相对地衰落，一个属于强人的时代将会落下它的帷幕，而一个全新的我们或许现在还无法完全想象的世界秩序将会在阵痛之中缓缓地诞生。那么，所谓的全球大重整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占星师的想象里，这或许意味着那些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全球格局将会被彻底的改写。曾经一家独大的经济力量可能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的科技，尤其是人工智慧这样的颠覆性力量，可能会以我们无法预料的方式重新洗牌整个世界的财富与权力。一些原本不起眼的国家与地区可能会异军突起，而一些看似不可撼动的旧有中心则可能会慢慢地失去他们的光环。这不再是一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而是一整套支撑着现代世界运转的底层逻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松动与重构。这样的图景听起来既让人心生向往，又让人惴惴不安，因为所有的重整都意味着旧秩序的瓦解，而旧秩序的瓦解往往都伴随着阵痛。我们这一代人很可能就要亲眼见证，并且亲身经历这样一段特殊的历史。听到全球大重整这样的字眼，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恐怕都会联想到某种最坏的可能，这是人之常情。可是我们必须在这里非常郑重地按下一个暂停键，给出一个更为平衡也更为冷静的视角。因为就在许多人为这样的预言而感到恐慌的时候，另外一批同样资深的占星师却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也温和得多的解读。他们特别地强调，眼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动荡，它的性质
和上一个世纪那2场席卷了全球的世界大战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理由是，过去那2场大战爆发的时候，天空之中都出现了一组特定的与极端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的星象排列，而在今天的星空之中，那一组特定的排列并不存在。所以在他们看来，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深刻的转型，一场秩序的重组，而绝不是一场毁天灭地的全面战争。这样一个更为温和的判断，或许能够让一些悬着心的朋友稍稍的松一口气。这正是占星这一门古老学问最为真实的面貌，它从来就不是一个能够给你一个标准答案的东西。同样的一片星空，不同的人用着不同的方法，会读出不尽相同的故事。有人看见的是崩塌，有人看见的是重生，有人看见的是终结，也有人看见的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就连占星师自己都会坦率地承认，占星在本质上是一种占卜，是一种对于未来的探问，而不是一份无法更改的判决书。它的结果会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这其中就包括了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自己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没有哪一种方法可以凌驾于所有其他的方法之上。这一份谦卑，恰恰是我们在面对这些预言的时候最应该保有的一份清醒。其实，我们或许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科技如此发达的时代，还有这么多的人愿意去倾听这些古老的预言？答案可能就藏在人性最深处的那一份不安里。当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当昨天还稳如泰山的秩序，今天就可能轰然崩塌，人们的心中就会涌起一种对于未知的恐惧，而预言恰恰为这份恐惧提供了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它让我们感觉到，这一切的混乱背后，或许还存在着某种看不见的秩序，某种可以被解读的规律。这就是预言千百年来始终拥有魔力的原因。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了相不相信而纠结，我们可以把这些预言当成一种对于时代的观察，一种引发我们思考的契机，一种让我们在动荡之中多留一分警醒的提醒。它不必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但它可以是我们思考的起点。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去看待它，我们既不会盲目的陷入恐慌，也不会傲慢地错过那些真正值得警惕的讯号。而在这些预言的背后，其实还藏着一些格外有意思的观察，值得我们顺带一提。比如说，有西方的占星师就判断，这一场由中东战火所引发的能源动荡，反而会加速一个旧时代的落幕。他们认为，随着石油的价值在震荡中一路走低，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的浪潮将会迎来一次真正的爆发。他们甚至断言，等到2030年之后，传统的燃油汽车恐怕就要彻底成为历史了。你看，一场战争的阴影之下，竟然也藏着一条通往新未来的岔路。还有人谈到，随着天王星进入双子座这个代表着交通与移动的星座，全球的旅行、航运与人口的流动，都可能在未来这几年里遭遇前所未有的阻碍与洗牌。这些看似零散的判断，其实都在指向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世界，它运转的方式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至于那个饱经战火的伊朗，占星师们的长期判断反而透出了一丝不同的光。他们普遍认为，随着那个强人时代的落幕，伊朗国内那些20-30岁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将会慢慢地成为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力量。他们不会愿意再被任何一种铁腕所支配，无论那铁腕来自何方。有人推算，流亡在外的伊朗王室或许会在短期之内短暂的回归，可是这样的回归也维持不了太久，大概到2028年前后，那一股势头就会过去。而放眼更为长远的未来，等到2045年，伊朗很可能会演变成一个与今天截然不同的国家。这些遥远的推演，我们姑且听之，但它至少提醒了我们，任何一场看似黑暗的动荡背后，都可能孕育着某种全新的可能。那么，聊了这么多，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看待玛尼莎·阿胡加以及他所发出的这一连串警告呢？我想，最为理性的态度，既不是全盘的去相信，把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当成是不可违逆的天命，也不是嗤之以鼻，
把这一切都当成是无稽之谈，然后一笑置之。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并不是某一个孤立的预言本身，而是那个反复出现的现象汇流，是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彼此互不相识，使用着完全不同工具的人，在关于伊朗的那一个结局之上，指向了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方向。这一份不寻常的一致，才是最让人无法轻易放下的地方。而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你相不相信天上的那些星星，有一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阿胡加所谈论的那些事件，它们全都是真实的。伊朗最高领袖的陨落是真实的，持续至今的中东战火是真实的，迟迟无法落幕的俄乌战争是真实的，大国之间那一场悄然展开的博弈也是真实的。占星师或许只是用了一种古老而又神秘的语言，提前描述了这些正在发生的现实而已。他把星象当成了地图，而我们正走在这一张地图所标示出来的道路之上。所以当我们站在2026年下半年这个特殊的节点之上，回望过去，展望未来，就会发现有那么一个年份被几乎所有的预言反反复复地圈点了出来，那就是2027年。无论是川普那一个被标记为凶险的时间窗口，还是伊朗局势那一个被认为将要迎来决定性时刻的关口，还是那一场全球大重整所指向的起点，全都不约而同地汇聚到了这一年的附近。2027年会不会真的成为那一个改变一切的转折之年呢？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星象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而真正书写历史的永远是我们这些身处其中的人，是我们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每一次的抗争，还有每一份的清醒。有意思的是，2027年之所以会被反复的圈点出来，除了占星师的推算之外，其实还有一些现实的原因。这一年本身就注定会是一个充满了关键节点的年份，全球许多国家的政治周期、经济周期都恰好在这一年前后交汇。有太多悬而未决的难题，有太多正在酝酿的变化，似乎都在朝着这一年汇聚而去。所以占星师所看见的那一个转折点，与现实世界所指向的那一个关口，竟然惊人地重叠在了一起。这或许只是一种巧合，但它也提醒了我们，无论你是透过古老的星象，还是透过冷静的分析，都能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们正站在一个时代的十字路口上，前方的道路正在悄悄地分叉，而我们每一个人所做出的选择，都将汇入那条决定未来的洪流之中。与其被动地等待预言的应验，不如主动地去思考，在这样一个变动的时代里，我们自己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阿胡加说，真正的大事现在才刚刚开始。这一句话究竟是危言耸听，还是先见之明？时间终将会给出他自己的答案，而我们能够做的，或许就是在这个充满了变数的时代里，多留一分心，多存一分警醒，睁大自己的眼睛，看着这一个世界，一步一步走向它的下一个路口。因为无论前方等待着我们的究竟是风暴还是新生，唯有清醒地活着，看着并且思考着，我们才不会在时代的滚滚洪流当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这或许就是这一位遥远国度的女占星师，在她所有的预言背后，真正想要提醒我们的东西。世界正在改变，而我们每一个人，既是这一场改变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它的参与者。让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到2025年的3月，那一天，缅甸发生了一场规模 7.7 的强震，断层撕裂的长度超过460公里。剧烈的摇晃一路传到了邻国泰国，连曼谷的高楼都在摇晃，工地当场倒塌，造成了惨重的伤亡。可这还只是一个开始，紧接着到了同一年的7月底，地球又投下了一颗更巨大的震撼弹，在俄罗斯远东的勘察加半岛外海爆发了一场规模高达 8.8 的超级巨震。这是自2011年日本大地震以来全世界最强的一次地震，也并列为人类有仪器记录以来史上前几名的最强地震之一。那一次，整个太平洋都拉响了海啸警报，海浪一路横越大洋，在夏威夷掀起了超过2公尺半的浪头，
远在美洲的加州海岸也清楚地测到了海啸，而在镇央附近一处狭窄的河谷里，浪头的爬升高度竟然达到了惊人的将近20公尺。日本紧急疏散了将近190万人，连福岛核电厂都进入了戒备状态。而勘察家这一场巨震还藏着好几个让人细思极恐的细节。地质学家事后测量发现，勘察家半岛的南端竟然被这一震硬生生地往东南方推移了将近2公尺。一场地震真的可以挪动一块半岛，这件事本身就已经颠覆了我们对大地的想象。紧接着，半岛上的克留切夫火山也跟着喷发了，仿佛地底的怒火被这场巨震彻底点燃。更耐人寻味的是，有研究团队发现，勘察家这个区域每隔大约73年就会重复上演一次接近规模9的超级巨震，周期短得异乎寻常。而这一次的破裂带恰好补上了从1923年到1952年之间那一段长期沉默、迟迟没有释放的板块空隙。换句话说，这不是一场孤立的意外，而是大地在按照它自己的节奏偿还一笔积压了将近100年的旧账。这里其实藏着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对比。勘察家那一场规模 8.8 的巨震，论能量几乎是缅甸那场地震的数10倍，可它所造成的伤亡却出奇的少，甚至被许多专家形容为史上规模最大，却几乎没有夺走人命的一场地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外海，因为当地的建筑本就为了抗震而设计，更因为环太平洋那一整套海啸预警系统在短短10分钟之内就把警报送到了数百万人的手中。反观缅甸，地震发生在很浅的地层，又正好穿过人口密集的城镇，而当地房屋的抗震能力又相对薄弱，于是同样是大地的一次抖动，结果却是天壤之别。这告诉我们一个冷酷却又充满希望的事实：地震本身或许是我们无法阻止的天威，可是它最终会不会演变成一场夺命的浩劫，很大一部分其实掌握在我们人类自己的准备与应对之中。所以，与其终日为那些遥远的预言而恐慌，不如把心思放在我们真正能够掌握的事情上。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再细细的聊。然后就是2026年，今年上半年，地球几乎没有停下来好好喘一口气。2月的时候，马来西亚沙巴外海发生了该国有史以来最强的一场地震。几乎在同一段时间，墨西哥的格雷罗州、中国的云南与甘肃，还有印尼的爪哇，接连传出灾情，房屋龟裂，山体滑坡，上千户人家在睡梦中被摇醒。而就在不久之前，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俄外海又被一场规模 7.8 的强震狠狠地撕开，海啸随之而来，造成了数十人罹难，光是余震就超过了1000次。一连串的画面这样看下来，我们心里那个问题恐怕已经藏不住了。这一切真的只是地球再正常不过的呼吸节奏吗？还是说有什么更巨大的东西正在地底深处缓缓苏醒？而最让人不安的一点是，为什么那么多看似毫不相干的预言家竟然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的目光全都投向了我们此刻所在的这个时间点？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冷静下来，看看大地到底发生了什么。地球的表面其实并不是一整块完整的硬壳，而是由许多块巨大的板块拼凑起来的。它们漂浮在底下滚烫的岩浆之上，每年以几公分的速度缓慢移动。在板块与板块互相挤压碰撞的交界线上，能量会一年又一年的累积，累积到某一天再也撑不住的时候，就会在短短几十秒之内猛烈地释放出来，这就是地震。而在全世界所有的板块交界线当中，最暴躁、最活跃的一条，就是环绕着整个太平洋的那一圈。地质学家给它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火环带。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尼、纽西兰、智利、秘鲁、墨西哥，一直到美国的西海岸，全都坐落在这一圈火与震的环上。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几场大地震，几乎无一例外，全都发生在这条火环带上。我们所居住的这座岛屿，正好就卡在欧亚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激烈碰撞的最前线。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对脚下的摇晃总是有着一份格外切身的敏感。而对于我们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来说，这份敏感绝不是凭空而来的杞人忧天。就在不久前的2024年4月，
花莲外海才刚刚发生过一场规模 7.2 的强震，那是我们这座岛屿将近25年以来所经历过的最强烈的一次摇晃。楼房倾斜，巨石崩落，那一夜的惊恐，相信许多人到今天都还记忆犹新。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本身就是两大板块亿万年来不断推挤碰撞，硬生生挤压隆起的产物。那高耸的中央山脉正是这场无声较量所留下的伤疤与勋章。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听到稍后会提到的某些预言家竟然指名道姓地把警告的目光投向了台湾这座小岛的时候，那份感受恐怕就格外的不一样了。它不再是别人家遥远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乎我们自己，关乎我们脚下这片家园的沉甸甸的提问。看着这一连串接连爆发的强震，我们心里很自然的会冒出另一个疑问：这些地震彼此之间难道真的有什么关联吗？是不是地球另一端的一次崩裂会像推倒骨牌一样一路牵动到我们这里？关于这一点，科学所给出的答案其实相当微妙。地质学家确实发现，一场规模巨大的地震会在它周边的断层上引发一连串的余震，这种近距离的牵动是真实存在的。可是要说地球这一头的地震能够隔着数千甚至上万公里直接去引爆另一头的强震，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足够扎实的证据能够支持。换句话说，这1年多以来，那种地震仿佛接二连三怎么也停不下来的感受，很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正身处在一个资讯空前发达的时代。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只要稍有风吹草动，消息都会在短短几分钟之内传到我们的眼前。古人一辈子或许只听说过家乡附近的那几场地震，而我们今天却是在同时聆听着整颗星球的每一次心跳。这份密集究竟是大地真的更躁动了，还是我们听得比从前更清楚了？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问题。如果说一场地震就能让半岛位移2公尺，那么山脉与国界会改变这种说法，听起来是不是就没那么荒唐了？事实上，科学早就告诉过我们答案。早在2010年，南美洲的智利发生规模 8.8 的大地震时，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就计算出，那一震不只摇晃了地表，甚至微微地波动了整颗地球的自转轴，让我们一天的长度都缩短了那么一点点。换句话说，地球从来就不是一块一成不变的死石头，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会呼吸、会抖动、会重新排列自己身体的巨大生命。正因为如此，当古今中外那么多预言不约而同地说出山脉会崩塌、海岸会改写、国界会重划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也许就不能再用一句无稽之谈把它轻轻地带过。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个一个的把这些预言摊开在阳光底下，看看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又和我们眼前的现实有着怎样令人不安的呼应。我们先从那位最为人熟知的保加利亚盲眼婆婆巴巴万加说起。关于2026年，她留下的话语可以说字字惊心。在她的描述里，这一年将会被一连串规模极其巨大的地震所撼动，而地壳变动、火山喷发这一类的地质灾难加在一起，足以改变地球表面 7% 到 8% 的陆地。我们不妨停下来认真想一想，这个数字到底有多么可怕。地球表面 7% 到 8% 的土地，那是多么辽阔的一片山河。如果这个预言成真，那意味着的就不只是几栋房子倒塌，而是整片的海岸线被重新绘制，是某些我们从小就熟悉的地名从此可能要从地图上消失，或是被彻底改写。值得一提的是，巴巴万加的拥护者们坚信2025年那一场震惊世界的缅甸大地震正是他生前所留下的预言提前应验的其中一笔。而巴巴万加对于2026年的描绘远不止于地震，在他口中，这些地质的巨变往往和一场由东方燃起逐渐蔓延到西方的巨大冲突交织在一起。他甚至预言会有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强人崛起，被冠以世界主宰这样的称号。除此之外，他还谈到了黄金价格的飙涨，谈到了人工智慧发展到开始反过来掌控人类生活的地步，甚至还留下了关于人类在2026年将与外星文明有所接触的惊人预言。把这些拼凑在一起，我们会发现，在这位盲眼婆婆的眼中，地底的崩裂、地面的战火，
科技的失控，乃至于来自天外的访客，并不是各自独立的事件，而是一出彼此牵连、环环相扣的时代大戏。地动只是这一切翻天覆地的巨变最先被我们察觉到的那一声闷响。如果说88万家给出的是一幅宏观的末日轮廓，那么另一位来自印度的年轻预言者阿南德的描述就要具体得多，也和地质学贴合得多。他用古老的吠陀占星术推算，认为2026年是一个文明的大转折之年，是旧时代崩解、新纪元诞生的关口。而最让人在意的是，他用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比喻。他说，太平洋板块这一条沉睡的巨龙即将苏醒，整圈火环带将进入一段高度活跃的释放期，从而可能引发规模极高的强烈地震。不仅如此，他还警告，这段时间太阳的活动会异常猛烈，导致两极的冰盖加速融化，于是洪水、干旱、风暴会交替着轮番上演，天空甚至可能出现血一般赤红的异象，以及反常的剧烈冰雹。他把这一切归结为大地母亲的愤怒，以及人类无止境的贪婪。耐人寻味的是，阿南德这个关于太阳异常活跃的说法，竟然和真实的科学观测对得上。我们此刻正好处在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的高峰期，太阳黑子与闪焰活动本就格外频繁，而强烈的太阳风暴的确会干扰地球的磁场，影响卫星与通讯。阿南德也曾特别提醒，位于板块交界处的台湾，在2026年前后可能会迎来一段地震与洪水交织的能量释放期，要大家务必保持内心的平静。不过，阿南德的整套说法并不全然是灰暗的，他同时也谈到，黄金的价格会大幅攀升，人工智慧会迎来一场深刻的变革。而最值得我们记住的是，他在那一片灾难的图景之后留下的一道光。他说，这些灾难与其说是末日，不如说是一次逼迫人类觉醒的契机。当大地的怒火烧尽了人们的贪婪与物欲，一个更贴近自然、更注重心灵的新黄金世纪，反而会像恒河上的晨光一样缓缓升起。在他的眼中，毁灭与重生从来都是一体的两面。或许你会好奇，为什么这样一位年纪轻轻的预言者，他所说的话却能让全世界都竖起了耳朵？这就不得不提到他那份颇有分量的过往记录。早在2019年，当这个世界还对眼前的未来一无所知的时候，他就曾经发出过警告，说一场全球性的灾难即将在不久之后降临。而随后席卷了整个世界的那场大瘟疫，让无数人对他的这番话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而对于2025年那一场缅甸的大地震，据说他也曾经提前发出过相当精准的提示，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都与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相当吻合。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应验，才为他累积起了今天这份广泛的影响力。不过，我们在这里也要为自己保留一份清醒，再高的命中率也终究不等于100%的准确。预言终归只是预言，它从来都不该被我们当成是已经注定了的事实。我们之所以愿意去聆听，并不是要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的手上，而仅仅是想为自己多添一份提醒，多添一份对未来的审慎罢了。说到这里，也许你会觉得这些毕竟都是预言家的一面之词，听听就好。可是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件事，却是来自最严谨的科学仪器，而它和那些古老的地球变动预言之间的呼应，才真正让人不寒而栗。那就是地球的磁极正在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漂移。我们手中指南针所指向的磁北极，其实一直都不是固定的，它由地球深处那团滚烫的、不断翻腾的液态铁核所牵动，而那团核心深埋在我们脚下将近2900公里的地方。自从1831年人类第一次找到磁北极以来，它已经悄悄地移动了超过2200公里。它原本一直待在加拿大的北边，可是进入新的世纪之后，它的脚步突然加快，在公元2000年前后的那段时间，一度狂飙到每年将近55到60公里的惊人速度，头也不回地朝着西伯利亚的方向奔去。就在最近这几年，由美国与英国的地质机构共同维护，全球航海、航空与导航系统都仰赖的那份世界地磁模型正式更新，第一次确认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经过了将近190年的长途跋涉，磁北极如今的位置已经离俄罗斯的西伯利亚
比离加拿大还要更近。我们脚下这颗星球的指针正在指向一个它从未指过的方向。更耐人寻味的细节还不止于此，科学家发现此北极在狂奔之后，最近又突然急踩刹车，从每年50多公里骤降到大约35公里，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减速。背后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早在几年前，由于磁极移动的实在太快，科学家甚至不得不打破惯例，提前发布了一次临时的修正，否则全世界的导航都会出现偏差。而就在今年年初，还出现了一个几百年来都不曾有过的奇景，地球的南北两个磁极竟然短暂地落在了同一条经线上。与此同时，整个地球磁场的强度在过去这100-200年来其实一直在悄悄地减弱，尤其是在南大西洋的上空，有一块磁场特别虚弱的区域正在从南非的方向缓缓地朝着巴西漂移。这块区域已经开始影响到许多低空卫星上的电子设备。而从地球更漫长的历史来看，磁极并不是只会漂移，它甚至会彻底翻转南北对调。在过去的1亿年里，这样的地磁反转已经发生了将近200次，而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大约是在78万年前。每一次翻转，地球的磁场都会暂时减弱，让我们失去那层抵挡宇宙射线的保护罩。当我们把这些冷冰冰的科学数据和那些预言家口中关于磁极偏移、磁场崩塌的话语并排放在一起的时候，那种跨越时空的巧合真的会让人忍不住打一个寒战。难道说那些先知在恍惚之中所看见的正是我们的仪器直到今天才刚刚开始勉强触碰到的那个真实吗？这层看不见的磁场对我们的意义远比一根指南针要重大得多，它就像是地球替我们撑起的一把巨大的保护伞，日复一日的替我们挡下了来自太阳与外太空那些足以致命的高能射线。一旦这把伞开始变得单薄，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都可能跟着乱了套。原本只在地球两极附近才看得见的绚烂极光，有可能会一路往低纬度的地方蔓延。围绕着地球运转的卫星会更容易受到带电粒子的轰击而故障。我们赖以为生的通讯、导航，甚至地面上的电网都可能在一场强烈的磁暴之中陷入混乱。更奇妙的是，许多依靠地球磁场来辨认方向的动物，像是候鸟、海龟，还有鲸鱼，它们体内那套与生俱来的指南针也可能跟着失灵。有些科学家就曾经猜测，这些年来某些反常的动物迷航与集体搁浅事件，会不会正和地球磁场的躁动有着某种我们还没有完全参透的关联？而比起缓慢的漂移，更让人感到敬畏的是磁极彻底翻转这件事本身。地球的历史早已证明，南北磁极对调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而是这颗星球每隔几十万年就会上演一次的常规戏码。只是这样的一次翻转，往往要花上好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才能完成。它是一段极其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夜之间的天崩地裂。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担心，明天一觉醒来，手中的指南针就会突然调转了方向。可是当我们知道，就连头顶这片看似永恒的天空，连我们用来定义方向的那个最根本的坐标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在岁月的长河里悄悄翻转的时候，那份对于恒久的执念是不是也该稍稍松动一下了呢？我们所以为的天经地义，也许不过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相较于地球的呼吸实在是太过短暂了。而把磁极偏移、地轴倾斜、陆地沉浮这一整套概念讲得最早也最完整的一个人，是一位上个世纪的美国人，名叫凯西。他被许多人称为沉睡的先知，因为他总是让自己进入一种半睡半醒的恍惚状态，然后说出许多关于未来、关于医疗、关于前世今生的话语。就是这位凯西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第一次提出了地球变动这个说法。他留下的那些话今天读起来依然触目惊心。他说，大地将会在美洲的西部裂开崩解。他说，日本的大部分土地终将没入海中。他说，欧洲北部的面貌会在一眨眼之间彻底改变。他甚至说，将会有新的陆地从美洲的东岸外海缓缓升起。在他的描述里，这一切翻天覆地的巨变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引爆点，那就是地球自转轴的偏移。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地轴翻转。凯西所留下的那些关于美洲的细节，更是具体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他说，五大湖的湖水有可能会倾泻而下，注入墨西哥湾。他说，纽约的部分地区，乃至于纽约市本身，都可能会从地图上消失。而美国南方的卡罗来纳与乔治亚也会有大片土地沉入海中。与此同时，新的陆地会在大西洋与太平洋中浮现。他甚至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因果顺序。他说，当地中海的埃特纳火山或是加勒比海的培雷火山开始喷发之后，在接下来的3个月之内，加州的南部海岸以及从大盐湖一路到内华达州南端的那片区域就会被一连串的地震所淹没。他还补充说，这一切的巨变在南半球会比在北半球来得更加猛烈。当然，我们在引述凯西这些惊人话语的同时，也必须非常诚实地指出他的另外一面。凯西的这些预言其实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直到今天都并没有应验。他曾经说过，地球的这些巨变会在上个世纪末的那几十年间就开始密集地上演。可是那段时间平静地过去了，他口中那些最为骇人的景象，譬如日本的大半沉入海中，譬如纽约从地图上彻底消失，到今天也都依然没有发生。这是任何一个诚实的探讨都不应该回避的事实。预言之所以是预言，正是因为它充满了不确定，它可能恰好说中，也完全可能彻底落空。我们之所以愿意一条一条的把这些话摊开在阳光底下，并不是因为它们全都准确无误，而是因为当这么多来自不同时空、彼此素未谋面的声音恰好都把焦点汇聚在同一些主题之上的时候，这个现象本身就已经足够引人深思了。看待这一切最好的方式，或许既不是全盘的轻信，也不是彻底的嗤之以鼻，而是带着一份开放却又始终清醒的好奇，继续往下看。凯西所描绘的那种景象，其实对应着一个听起来很科幻，却被认真讨论过的假说，叫做地壳整体位移。在这个假说里，地球整个外层的硬壳会像橘子皮在果肉外面滑动那样，相对于内部的核心发生一次剧烈的整体挪移。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那么陆地的沉没与隆起，海岸线的重划，国界的瓦解，就不再只是夸张的形容，而会是实实在在的地理事件。凯西还用了一个很美的比喻，他把火山称作大地的呼吸。当地底的压力一点一点累积，大地就会透过火山把那口闷在胸口的气往往是猛烈地吐出来。在他看来，当北极与南极开始出现剧烈的变动，融化与崩解，这股力量就会一路传导，最终在赤道一带引爆一连串的火山。而最让凯西的信徒们激动的是，这位先知早在几十年前就预言过地球的磁场将会减弱，而如今负责维护世界地磁模型的科学机构所公布的种种数据，正一笔一笔的被他们当作这个古老预言正在应验的证据。凯西甚至还预言，连我们头顶的北极星最终都会悄悄地换成另一颗星辰，整个天空的坐标都将随着地轴的缓缓偏移而改变。凯西的预言里还藏着一个格外耐人寻味的细节，而它和今天的气候变迁竟然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呼应。他曾经说过，随着地轴的偏移，那些原本终年冰封的寒带与极地将会逐渐变得温暖，甚至会重新长出青苔与蕨类这一类的植物。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和今天科学家所亲眼观测到的两极冰盖加速融化摆在一起，那种跨越了将近1个世纪的对照，着实让人有些恍惚。更实际的是，凯西生前还曾经为许多人指点过，在他所预见的那场大变动里，地球上哪些地方会相对安全，哪些地方又要格外当心。在他的描绘中，内陆的某些高地会成为相对安稳的避风港，而许多繁华热闹的沿海大城反而是最先要去面对海水威胁的前线。我们未必要把这些话当成一张需要照着去逃难的地图，但它至少提醒了我们一件事，那就是在大自然真正动怒的时候，人类所建立起来的那些繁华与秩序究竟有多么的脆弱。正因为凯西把火山称作大地的呼吸，那么我们不妨真的去听一听，这几年来大地的这口气究竟喘得有多么急促。
就以凯西当年特别点名的那几座火山来看，欧洲最活跃的埃特纳火山在过去这10几年里的喷发次数，竟然比过去整整1个世纪还要频繁。沉睡在那不勒斯城底下，曾经一夜之间掩埋了整座庞贝古城的维苏威火山，地底的岩浆活动也在悄悄地抬升，被科学家严密地监控着。远在北方的冰岛，最近这几年的火山喷发比过去半个世纪加起来都还要多。而在美国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一带，有时候1天之内就会记录到超过100次与火山有关的地震。这是否只是地球亿万年来再寻常不过的脉动，还是说这真的就是凯西口中那一场大地总呼吸之前急促而沉重的喘息？没有人能给出100%的答案，但这份巧合已经足以让许多人夜不能寐。让我们把目光从过去拉回到现在，看看那些至今仍然活跃的预言家们又是怎么看待这个正在摇晃的世界。被许多人称为当代诺斯特拉达姆斯的帕克，在他对于这几年的展望里明确地提到，地震与火山的活动将会明显增加，澳洲与整个太平洋地区会面临重大的灾难，而北美与欧洲则会遭遇极端的天气。其中有一个特别具体也特别阴森的预测，他警告，就在接下来的这个夏天，大约是8月前后，日本的北部上空可能会被一片巨大的气体云所笼罩。他甚至呼吁大家为那片土地送上正面的祝福与祈祷，尽力去削弱灾难的冲击。值得一提的是，与帕克观点相近的另一位西方预言者也曾警告，2026年的地震会接连袭击亚洲以及美国的西海岸，这和阿南德口中那条苏醒的太平洋巨龙几乎是同一个方向。而和我们今天主题最直接呼应的是帕克关于中国的那个预测，在他的描绘里，未来的中国有可能会分裂瓦解，化为若干个各自独立的区域。如果这样的事情成真，那将会是地图上一次实实在在的国界的重新绘制。山脉也许未必当真崩塌，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那些边界，在他眼中确实是会改变的。这就带出了我们这个主题里另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层面，所谓的地壳大变动与国界改写，未必只能是地震、海啸这种纯粹的自然力量。在历史上，一场巨大的天灾往往会成为压垮一个政权，乃至于重塑整片地缘版图的最后一根稻草。地动之后，紧接着的常常就是人心的动荡与秩序的重组。预言家口中那些改变的国界，也许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与地底的崩裂遥相呼应。而在泰国，那位向来以灵视出名，被许多人视为国师的女预言家普莱，对于2026年下半年同样留下了沉甸甸的警告。她预言，一场具有毁灭性的冲突会在今年年中前后爆发，而引人深思的是，他认为这场冲突的真正起点并不在中东，而是在公海的水面之下，会以一连串水下的爆炸揭开战火的序幕。他同时警告，气候的极端化会变本加厉，严重的干旱与突如其来的洪水会在同一片土地上交替出现，哪怕是在那些原本干燥的地区也不例外。而最耐人寻味的是，就在7月来临之前，这位向来敢言的预言家却选择了沉默。他说，他接收到了某种来自灵界的指引，要他暂时不再公开谈论未来。一个总是在说话的人突然闭上了嘴，这份沉默本身反而比任何预言都更让人心里发毛。而普莱那个关于水下爆炸的说法，如果我们把它和稍后要谈到的另一些意象摆在一起来看，会发现一种令人不安的呼应。他认为，下一场巨大的动荡未必是从我们看得见的陆地上开始，而很可能是从那一片深不见底、人类至今了解的还相当有限的海洋之下悄悄地揭开序幕。我们总是习惯于把目光投向那些看得见的山川与城市，却很容易就忘记了这颗星球的表面有将近70%是被深蓝色的海水所覆盖着的。在那一片幽暗的深海之下，藏着比陆地上更为绵长的山脉，更为深邃的裂谷，也藏着我们监测的最为稀疏的那些断层。如果说大地真的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变，那么它最初的征兆或许真的就藏在那一片我们最少去留意的海面之下。这也让人不禁想起许多古老的传说里，那场毁灭与重生往往都是从一场滔天的大水开始的。
如果说以上这些预言还带着几分东方的含蓄，那么来自美国的一位牧师毕格斯所描绘的画面就要直白与骇人得多。他自称在异象之中亲眼看见了大地即将崩裂的景象。他说，一场巨大的地震将会撕裂美国的西海岸，并引发一道滔天的海啸，横越整个太平洋，扑向日本，海水会一路涌入内陆，吞没东京。而最契合我们今天主题的是他描述的一个细节。他说，他看见在美国的西北部波特兰这座城市与海洋之间的那一块陆地会因为一场剧烈的地震而整个断裂开来，从此变成一座孤岛。一块原本连在大陆上的土地一夜之间变成海中孤岛，这不正是国界与地貌被大地亲手改写的最直接的写照吗？他还说，在巨变来临之前会有一些征兆，海底会裂开，释放出大量的气体，深海的鱼群会惊慌地窜出水面，甚至被冲上岸边。当你看见这些本不该出现在浅海的深海生物时，他说，那就是灾难已经逼近的信号。除了西海岸，毕格斯的目光还投向了美国的内陆腹地。他特别提到了一个叫做新马德里地震带的地方，那是位于美国中部，一个在历史上曾经爆发过惊人强震，如今却已经沉睡了很久的断层区。他警告，这个被许多人遗忘的地带有可能会再一次苏醒，把灾难带给那些自以为早已远离地震威胁的内陆城市。而在他所描述的众多异象当中，最骇人听闻的是他声称自己看见了一场规模逼近10的超级巨震，那几乎已经超出了现代科学所认知的地震规模上限。他用了一句相当沉重的话来形容这一切，他说，这是因为罪恶的杯子已经被斟满了。当然，我们也必须诚实地说，毕格斯的这些预言在西方其实一直饱受争议，不少人质疑他的说法过于耸动，也始终缺乏可以验证的依据。我们之所以把他的话放在这里，并不是要你照单全收，而是想让你看见，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人们对于大地的恐惧与想象究竟可以延伸到怎样的地步。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往后退一步，静下心来认真地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一位保加利亚的盲眼婆婆，一个印度的年轻人，一位英国的灵媒，一个泰国的女预言家，一位美国的牧师，再加上一位早已过世的上个世纪的美国先知，这些彼此之间隔着辽阔的海洋，隔着漫长的岁月，文化背景天差地别的人，却不约而同地描绘出了几乎是同一幅画面，那就是一个剧烈摇晃的地球，一组正在偏移的磁极，一片片沉默与隆起的陆地，以及一条条正在改变的国界。更值得玩味的是，这种对大地巨变的集体记忆其实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每一个古老文明的神话深处。从东方到西方，从美洲到大洋洲，几乎每一个民族的传说里都流传着关于滔天洪水，关于大地翻覆，关于旧世界毁灭又重生的故事。难道说我们的祖先也曾在某个遥远的年代亲眼见证过这样一场真实的地壳巨变吗？如果我们愿意把时间的尺度从几年、几十年一口气拉长到几千万甚至几亿年，就会赫然发现大地的沧海桑田其实才是这颗星球真正的常态。今天我们所站立的许多高山之巅，在遥远的过去曾经是深埋于海底的一片汪洋，那些山岩之中至今都还封存着远古海洋生物的化石。今天彼此分隔，远隔着重洋的几片大陆，在更久远的年代里也曾经紧紧地拼合在一起，组成过一整块完整而巨大的陆地，后来才在漫长的岁月之中一寸一寸地分崩离析，漂移到了今天的位置。海洋曾经干涸，又重新被注满，山脉曾经隆起，又被风雨一点一点地夷为平地。在这样一部波澜壮阔的大地史诗面前，我们整个人类文明数千年的历史恐怕还不及其中的短短一瞬火花。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脚下的土地坚实而永恒，从来都不是因为它真的永远不会改变，而仅仅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实在是太过短暂了，短暂到还来不及亲眼看见它的下一次转身。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翻开世界各地那些最古老的传说，会发现一件令人脊背发凉的事，几乎在每一个彼此从未谋面的古老文明里，都不约而同地
流传着一段关于灭世洪水的记忆。在西方的古老典籍里，有一人打造方舟，带着万物躲过滔天大水的故事。在更为古老的两河流域，早就有了关于一场吞没一切的大洪水的史诗。在我们自己的文明里，也流传着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那同样是一段先民与滔天洪患艰苦搏斗的记忆。远在美洲的古老民族，乃至于大洋洲那些散落的岛屿之上，也都各自封存着关于天清地陷、旧世界毁于洪水的古老叙事。这究竟只是一种巧合，还是说，在人类还没有文字的那个极其遥远的年代，我们的祖先真的曾经共同经历过某一场席卷全球的滔天巨变，并把那份刻骨铭心的恐惧化作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一代一代地流传了下来。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今天这些预言家口中的大地巨变，会不会其实并不是什么全新的预言，而仅仅是一段被我们遗忘了太久太久的古老记忆的重新苏醒呢？面对这个现象，我们其实有几种完全不同的解读。而身为一个成熟的探索者，我们有必要把每一种可能都诚实地摆上桌面。最冷静也最理性的一种解读来自科学界。地质学家会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以目前人类的科技，根本还无法精准地预测任何一场地震，无论是时间、地点还是规模。他们会提醒我们，每一年地球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地震总数其实是相当稳定的。今年的地震次数并没有真的超出历史的正常范围多少。至于那些预言之所以看起来那么准，很大一部分是我们人类大脑自带的一种倾向。我们总是会牢牢记住那些恰好说中的部分，却自动忽略掉那一大堆根本没有发生的内容。一个预言家如果说的够多、够模糊，总会有那么几句碰巧和现实对上。这是一种很值得我们时时警惕的，叫做事后诸葛的心理偏误。对于这些说法，我们确实应该保持一份清醒的怀疑，而不该轻易地被恐惧牵着鼻子走。可是话又说回来，当我们把所有的线索并排放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巧合似乎又巧合的有点过了头。预言说磁极会偏移，而科学仪器确确实实地测到磁北极正在以反常的方式奔向西伯利亚。预言说地球的保护罩会减弱，而数据也的确显示地磁场的强度正在悄悄地下降。预言说大地会剧烈摇晃，山河会重新排列，而我们也亲眼看见一场巨震真的把一块半岛推移了2公尺，把一整天的长度都缩短了。也许这只是无数巧合叠加在一起所造成的错觉，又或许这些跨越文化的古老直觉真的捕捉到了某种我们用仪器才刚刚开始触碰到的更深层的真实。这两种可能性，我想最终要由每一个人用自己的理智去细细的权衡。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这些不同的声音都诚实的摆在桌面上，然后让你自己去判断。而在所有这些巧合当中，还有一个格外值得我们留意的线索，那就是这些预言所指向的地理位置竟然出奇的集中。我们不妨回过头来数一数，凯西说日本的大半将会沉入海中，毕格斯说西海岸会崩裂，并引发一道扑向日本的滔天海啸。帕克说太平洋地区会面临重大的灾难，并对日本北部的上空发出了警告。阿南德说太平洋这一条沉睡的巨龙即将苏醒。还有那位与帕克观点相近的西方预言者，同样把矛头指向了亚洲与美国的西海岸。你有没有发现，无论这些人来自哪一个年代、哪一个国度，他们的手指到最后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按在了同一片区域之上，那就是环绕着整个太平洋的这一整圈火环带。而这片区域恰恰也正是地质学家口中全世界板块应力累积的最为紧绷，地震与火山活动最为频繁的地方。预言家的直觉和科学家的测量竟然在同一张地图上悄悄地重叠在了一起。这究竟只是因为这些地方本来就灾难频仍，所以才特别容易被人言中，还是说那些先知真的隐约瞥见了这片大地下一次将要爆发的方位呢？不过无论你最后倾向于相信哪一种解读，有一件事恐怕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放在心上的，那就是这些预言家当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抱着看好戏的心态，纯粹为了恐吓我们而说这些话。
恰恰相反，无论是阿南德、是凯西还是帕克，他们几乎都异口同声地强调，未来并不是一块已经刻死的石板。那些古老的占星与灵视传统一再告诉我们，预言之所以被说出口，正是为了让它有机会不必成真。凯西生前就反复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之所以要把这些可怕的未来讲出来，目的恰恰是为了警告世人去改变，好让那些灾难最终不会降临。在他们的描述里，那些地震与洪水，与其说是冷酷的惩罚，不如说是一记沉重的闹钟，是要把沉睡之中的我们摇醒。而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在那一片末日般的灰暗之后预留了一道光，他们称之为觉醒，称之为新的黄金纪元，称之为一个更懂得谦卑、更愿意与自然和解的时代。这份来自遥远西方的提醒，其实和我们东方古老的智慧是不谋而合的。在我们的传统里，向来就有天人感应的说法。先民相信，当大地剧烈震动，天象出现异变的时候，那往往不只是冷冰冰的物理现象，更是一种要人反躬自省、修得安民的警讯。古人在地动之后，想到的不是逃避，而是检视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与天地失去了和谐。这份心境和今天那些预言家口中的觉醒，隔着数千年的光阴，竟然遥遥地呼应在一起。也许，无论是用占星的语言、灵视的语言，还是用我们祖先那朴素的敬天之心，人类想要表达的，其实始终是同一个念头，那就是我们从来都不是这片天地的主宰，而只是栖身于这颗活着的星球之上，一群渺小却又幸运的过客。所以，当我们聊完了这么多惊心动魄的预言与数据之后，最后我想把话题轻轻地拉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一切？我想，答案绝对不是恐慌，不是盲目的囤积物资，更不是终日惶惶不安。真正成熟的态度，也许是一份清醒的敬畏，再加上一份踏实的准备。对于我们这些就生活在火环带上的人来说，无论末日预言会不会应验，认真地检查家里的防灾物资，记熟避难的路线，和家人约好万一失散时该如何重新会合，这些事情本身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值得去做的。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或许是一份心态上的转变，是学会在这个看似坚固的世界面前重新找回一点点谦卑，学会珍惜眼前这份得来不易的平静的日常。说到底，面对这样一个充满了未知与变数的时代，最不该做的一件事，反而就是让恐惧占据了我们整个的内心。因为恐惧会让我们变得退缩，变得自私，变得只想着如何去独善其身。可是纵观人类漫长的历史，每一次能够真正熬过巨大灾难的，从来都不是那些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人，而是那些愿意伸出手来彼此扶持、彼此照亮的群体。一场大地震过后，能够把人从废墟之中救出来的，往往不是什么远方的英雄，而是隔壁的邻居，是身边的陌生人。所以，与其把所有的心力都耗费在对遥远末日的忧虑之上，不如就趁着今天，好好的去拥抱一下身边的家人，好好的去修补一段久未联系的情谊，好好的对这个世界多释放出一点点的善意。因为当那一天真的来临的时候，能够成为我们彼此依靠的，从来都是这些在平日里被我们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温暖而坚韧的连结。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最开始的那个画面，回到我们脚下的这块大地。当你读到这里，请你试着感受一下，此刻支撑着你的并不是什么亘古不变的磐石，而是一层相对于整颗星球来说薄得惊人的硬壳。在这层硬壳的底下，是一片永不止息、翻腾滚烫的液态铁之海，而我们所有人就站在这层薄壳之上，搭乘着这颗蓝色的星球，在冰冷的宇宙中不停地旋转。我们手中的指南针此刻早已悄悄地指向了一个它过去从未指向过的远方。或许，无论那些宏大的预言最终会不会降临，他们想要告诉我们的，其实始终是同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真正一成不变的，山不是，海岸不是，地图上的国界不是，就连我们头顶的磁极与星辰也不是。也许那些先知们在恍惚之中真正看见的那一场巨变，
从来就不只是发生在岩石与板块之间，更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当大地都在学着改变的时候，我们又是否已经准备好让自己也成为一个更柔软、更清醒、更懂得珍惜当下的人了呢？深夜的东京，一通紧急电话划破首相官邸的沉寂，台湾海峡出事了。随着这简短讯息传来，日本高层的神经瞬间绷紧。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警语，早在风平浪静时便回荡在议事厅，如今仿佛预言成真般扣动着亚洲局势的扳机。这句话的发表者正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场环绕着台海战云、日本决策、国际同盟与历史恩怨的复杂剧码就此揭开帷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后，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占领改革下制定了和平宪法，第9条明文放弃交战权，只保留自卫力量。自此之后，数十年，日本在安全事务上谨守专守防卫原则，小心翼翼避免卷入国际冲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东京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重申了一个中国原则，理解并尊重北京将台湾视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场。换言之，冷战期间的日本奉行着与北京保持建交，不直接介入台湾问题的方针。台湾问题曾一度远离日本的战略焦点，日本社会也普遍视战争为禁忌。然而，历史的潮流暗自转向，台海局势与日本安全逐渐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1990年代中期，台湾海峡爆发导弹危机，美中紧张对峙让东亚各国震动。这场危机成了日本的警钟，临近的台海一旦失控，日本难以独善其身。1997年，美日修订防卫合作指针，首次将周边事态纳入考量，意在为台海等周边潜在冲突做准备。虽然文件刻意避免直接点名台湾，但各界心知肚明，台海有事已成为联盟默契中的想定场景之一。2005年，美日两国高层更罕见地在联合声明中提到，鼓励和平解决台湾海峡问题。日本开始公开承认台海安全与自身利益相关联，这些转变标志着东京战略思维的转折。台湾不再只是别国的内政议题，而攸关日本的区域安全和海上生命线。进入2010年代，随着中国大陆军力迅速崛起，在东海和南海展现强硬姿态，日本对周边安全环境的评估更加警醒。北京在东海与日本存在尖阁诸岛、钓鱼台列屿的主权争端，又频频以军机军舰穿越冲绳附近水域，让日本深感压力。2015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力推动安保相关法案通过，正式摆脱部分战后束缚，解禁了集体自卫权的行使。根据新法，日本若面临存立危机事态、存亡危机事态，即使本土未遭直接攻击，也能动用自卫队协防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他国。虽然法条字面没有明讲台湾，但所有人都明白，这伪将来协防台湾打开了一道法律缝隙。在安倍政府时期，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观念开始浮现，日本高层人士陆续松口谈及台海安全。例如，前副首相麻生太郎在2021年公开表示，台湾若遭侵略，可能构成日本生存危机，日本应协同美国防卫台湾。同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度提及台海稳定对日本安全的重要性。种种迹象显示，日本正一步步淡化过去对台海问题的忌讳，历史记忆与现实利益的纠葛也不可忽视。对中国而言，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任何介入都触痛着二战创伤和殖民记忆。毕竟，日本曾于1895年至1945年殖民统治台湾达50年之久。中方官方长期强调，台湾是中国内政，敏感戒备着日本的安全政策转向，担心昔日的侵略者会否卷土重来。因此，日本在改变国防战略时，总要面对一双来自北京的冷峻眼睛和历史的沉重警告。乌克兰战争的爆发让远东的日本看到了现实的残酷，大国入侵若临不再只是历史教科书上的段落，而是21世纪真真切切上演的剧码。岸田文雄首相在2022年前后多次警告，今日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日的东亚，投射的阴影直指台海。一时间，明天会不会轮到台湾的疑问震动着日本舆论和决策圈。面对可能的最坏情况，
东京当局开始强化战略布局。2022年底，日本政府更新了安保3文件，包括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首度将中国明确称作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同时宣布将在未来5年内将国防预算提高至 GDP 的 2%， 翻修长期以来偏低的军费水准。这象征着日本决心摆脱经济大国军事小矮人的形象，向更积极的防务角色转变。更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决定引进远程打击武器，以拥有所谓反击能力。2023年起，东京陆续采购美制战斧、巡弋飞弹，并研制国产远程导弹，部署在西南诸岛方向，用于在战时打击敌方基地或舰队。这项改变被视为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折。虽然官方强调是防御目的的威慑，但事实上已突破过去不拥有攻击性武器的心理界限。日本开始在冲绳县及鹿儿岛县的离岛，包括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等，部署反舰飞弹和防空飞弹部队，加强第一岛链前沿的防卫力量。因与那国岛距离台湾仅约110公里，许多军事专家形容这些岛链宛如日本不沉航母，未来很可能成为台海战争的前哨。在美日同盟框架下，东京和华盛顿之间也积极就台海紧急事态进行协调准备。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美日国防官员从2022年起便着手研讨联合应对台湾有事的计划，进行了为期1年多的兵棋推演。想定内容包括，万一台海开战，日本自卫队如何配合美军行动，例如负责在台湾周边海域搜寻猎杀解放军前舰，提供后勤补给等。不过，报道也指出，由于日本国内的反战民意和法律限制，东京一直对出兵台湾保持谨慎，未向美方做出明确承诺。毕竟日本领导人长久以来避免公开细谈台海战争时本国将扮演的角色，一部分原因正是民众对被卷入战火心存疑虑。民调显示，多数日本人虽同情台湾的处境，却难以接受让自卫队远赴台湾作战的想法。庆应大学一位教授直言，如果问日本民众愿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台湾，大概有90%都会回答不。这种舆论氛围导致官方态度略显矛盾。一方面，日本政府加速备战脚步，在军费、军备和同盟合作上动作频频。另一方面，对于真要不要派兵驰援台湾这个问题，高层多以模糊话语带过，生怕踩到政治地雷。岸田政府期间，日本推出一系列动作，强化台海有事的应变能力。2023年底，东京与华府宣布组建联合调整所等同盟协调机制，以便在危机时快速共享情报，分工合作。2024年，日本自卫队更与美军、澳洲军队举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联合军演，重点科目包括离岛防卫和难民救援，明显冲着台海剧本而来。甚至有报道称，美日已草拟好战时分区布防方案，比如在冲绳西南方的小岛临时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作为反制中国登陆台湾的桥头堡。2025年3月，日本政府公布了首度具体的平民撤离计划，一旦台海开战，将动员船只和飞机，在6天内把冲绳县仙岛群岛、含石垣、宫古与那国等岛屿约11万居民及观光客撤往九州的福冈、鹿儿岛等地区。这项计划细节透过媒体披露，政府将征用民间渡轮、航空器，把居民转移至安全岛屿，再安置到本土各地。当局甚至规划从2026年起，在当地进行实地撤离演练，以免真发生战事时手忙脚乱。与此同时，防卫省也在与那国岛上建造地下防空设施，并储备凉水，部署地对空导弹，用以保护这座距台湾仅一海峡之隔的前线岛屿。负责防卫政策的中古原防卫大臣强调，他能明显感受到偏远离岛居民对周边局势的强烈危机感，政府需尽一切可能加强这些国境之岛的防御。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官方在各种文件中虽未明指中国入侵台湾这2个字，但乌克兰剧本加台海场景的暗示早已不言而喻。这些准备工作的背后，是日本战略界一个重大心态转变。最坏的情况并非不可想象。昔日因讳莫如深而逃避的问题，如今东京不得不正视。如果解放军武力犯台，
美军势必卷入。而驻日美军作为第一波增援力量，几乎可以确定从日本领土上出动。根据1960年签署的日美安保条约，美军若要动用驻日基地，需征得日方同意。对日本而言，两难在于，若同意，美军从日本起飞攻击中国目标，日本即沦为中国的报复对象；但若拒绝，等同撕毁同盟信义，任由美军瘫痪，也会使日本自身陷于孤立无援的险境。这仿佛一场没有赢家的赌局，日本深知避无可避，唯有与美国协调出一个最小风险的介入方式。日美间讨论的细节虽属机密，但传闻已涉及补给线、维护、飞弹发射阵地、难民收容等各方面，甚至日本可能提供后勤油料、医疗救护，给予在第一线作战的美军部队等等。正因如此，日本政府小心翼翼地把台海有事纳入国家安保架构的考量中，同时又对内不断强调一切行动皆在宪法与法令范围内，以安抚国内的和平舆论。在这风云诡谲的大环境下，一位被称为女版安倍的政治人物站上日本权力的巅峰，高市早苗。2025年10月，日本爆发政治变局，执政多年的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换帅，高市早苗以强硬的国安主张赢得党总裁选，成为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生前力挺的保守派接班人，他出身右派，行事风格强硬，理念上抗中、亲美、友台，在外交安全议题上与安倍路线一脉相承。早在担任总务大臣等职务时，高市便以鹰派言论闻名。他支持参拜靖国神社，主张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入宪自卫队，增加防卫预算等等。关于台湾，高市更是少数敢于公开表达支持的日本政客之一。2025年初，他以执政党高层的身份访问台湾，与台湾政要会晤寒暄，释放出对台友好的明确信号。此举在当时就引发中国不满，视为日本公然提升与台关系的挑衅举措。上任首相仅半个月，高市早苗就卷入了一场震撼中日、美日关系的风暴中心。2025年11月7日，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反对党议员抛出尖锐提问：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日本政府是否会视为存亡危机事态，从而行使集体自卫权？这原本是日本政坛的禁忌话题，但高市选择迎难而上。他当场答复道：中国若对台湾动武，有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这番话几乎等于明确暗示，一旦台海爆发战争并波及日本安全，日本可能动用自卫队武力介入。高市突破性言论一出，国会议场内一片哗然，反对党议员紧追细问其真实意图与政府立场。与此同时，这则消息迅速传遍国际媒体，在亚洲掀起巨浪。北京的反应是迅疾而愤怒的。11月8日，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惊人言论，暗示要斩断某人的肮脏头颅，以正视听。虽然贴文未指名道姓，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他影射的对象正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种带有恐吓意味的失格发言旋即被日方严正抗议，中方事后也删除了该言。但这仅仅是序曲，更猛烈的外交风波接踵而至。北京外交部在随后几天密集发炮。11月10日，发言人接连抛出3问，质问日本领导人发表这种涉台言论究竟意欲何为？难道要挑战中国核心利益，阻挠中国统一吗？到了11月1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再升级为4问，并罕见地使用了侵略行为这种措辞给日本扣帽子。发言人厉声警告，如日方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将构成侵略行为，中方必将迎头痛击。他还奉劝东京当局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扬言玩火者必自焚。短短数天内，中方从措辞相对隐晦的规劝飞升到直白无比的军事恫吓。同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人民日报也发表署名评论，绝不容忍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越线挑衅的，痛批高市是2战后首位公然鼓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露骨流露武装介入野心的日本领导人，称其用心险恶，后果严重。高市面对铺天盖地的谴责并未退缩，他在事发后第2天明确表示，
拒绝撤回自己的台湾有事论。在他看来，他只是陈述了一个现实，台海一旦爆发战事，很可能危及日本国家的存亡和安全利益，日本届时有权行使集体自卫权，这完全符合日本政府一贯见解和现行法律框架。高市强调，日本不寻求战端，也不会主动对外发动军事行动，但面对严峻的区域安全挑战，不能天真的袖手旁观。他警告称，若日本选择对台海战争视而不见，袖手旁观，不仅自身安危难保，日美同盟也将陷入瓦解危机。毕竟，东京与华府之间是唇齿相依的安全伙伴关系，美国多次公开承诺保卫日本安全。如果台湾有事，美军陷入苦战，而日本做事盟友流血却按兵不动，这样的同盟关系无疑名存实亡。高市此番表态意在说明，日本的积极应对其实是为了维护同盟信义和自身长远利益。尽管高市言之凿凿，但日本国内舆论对他的强硬路线看法不一。反对党立宪民主党的资深议员冈田克也在国会批评高市轻率鲁莽，认为他此言激化了中日紧张，要求他澄清真意并检讨发言方式。前首相野田佳彦也委婉地质疑高市在预算委员会上的发言导致在野党议员遭受舆论批判，身为首相需负起沈淀风波的责任。面对国内异议，高市在之后的参议院会议上解释称，他提及台湾有事，只是为举例说明何谓存亡危机事态，并无改变政府遵循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的基本立场。他再三强调，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仍然尊重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台湾独立。换言之，高市试图向各方保证，他虽语惊四座，但日本并未背弃过去的外交承诺。然而，他的强硬措辞和后续的辩解已足以令国际社会感受到日本政策正在经历一场细微而深刻的调整。东京对台海变局不再闪烁其词，而开始直面迎击的可能性。高市早苗抛出的台湾有事论余波未了，其实正反映出整个日本政府对台海战争情境的通盘思考。即便没有高市，近年来东京也早已在进行相关的沙盘推演和政策准备。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制定的多层次预案中，包括救援在台日本人、防卫琉球群岛、维护海上交通线，以及在必要时有限介入冲突等选项。根据2021年底通过的新经济安保法，日本强化了重要物资供应链管控和科技管制，防止战时遭受掣肘。而2023年以来增购的大批军备，如 F-35 隐形战机、无人机舰队、卫星通信系统等，也都是针对可能的高强度对抗量身引进。可以说，日本正默默将自身塑造成一个备战状态，不主动挑衅，但若战端突起，具备快速反应和持久作战的基本条件。从法律程序上看，日本政府对任何出兵行动仍保持审慎而复杂的决策机制。根据2015年安保法制，自卫队要出动执行集体自卫，需内阁判定存在存立危机事态，并获得国会批准。这意味着除非日本认定台海冲突对日本的存续构成威胁，例如日本领土遭攻击或关键同盟国遭侵略，直接危及日本生存，否则理论上不能出兵他国作战。日本防卫省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一直在研拟各种情况下的因应。若解放军只是在台海对台湾本岛有限打击，而冲突未扩大，日本可能定位为重要影响事态，提供美军后方支援，但不直接参战。但若中国对美军驻冲绳基地发射飞弹，或封锁海域威胁到日本能源补给线，东京就可能宣告进入存立危机事态，依法投入军事行动。这当中的界限如何拿捏，其实相当模糊且充满灰色空间，刻意保留了战略模糊，以吓阻对手。也就是说，日本不会预先明讲什么情况下一定出兵，但也让北京明白，事情若闹大，日本绝不会袖手旁观的意志。值得一提的是，有传言猜测高市早苗在上任后是否曾对自卫队高层或内阁国安官员下达过秘密指示，要求加速准备台海驰援计划。毕竟他的立场如此鲜明，外界不免联想他私下可能更积极部署。然而截至目前，并无可靠媒体报道证实高市下达了任何具体的密令。日本的政策制定
更多是体现在预算投入和法规修订上，而非口头命令。从实际动向看，高市政府上台后倒是火速推动了几项重要措施，例如宣布进一步放宽防卫装备输出3原则，打算允许日本企业出口杀伤性武器，提升日本军工产业水准，成立由首相担任议长的国家安全情报会议，整合防卫省、自卫队、警察厅等情报资源，以加强危机监控和情报搜集，研议建立类似美国海外投资审查委员会 CFIUS 的机制，严审外资收购敏感技术产业，防堵中国渗透日本经济安全等。这些政策并非直接针对台海战争的军事行动，但所织就的网络明确指向一个目标，强化日本对抗中国的总体国力与韧性。因此，即便没有密令这类戏剧化桥段，高市领导的政府已在方方面面为潜在的台海冲击做更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日本正一面调兵遣将备战未然，一面在外交场合保持克制，不让紧张关系进一步失控。在日本安全政策明显转向，领导人放话不惜介入台海之际，中国方面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警觉与强硬。除了前述外交部连番发难外，北京从政府高层到官媒军方，全方位对日本发出警告信号。中国外交系统率先行动，中国外长王毅在国际场合直指日本出现危险的军国主义苗头，呼吁国际社会对东京保持警惕。2025年11月，高市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韩国出席 APEC 峰会时碰面。据悉，习近平当面重申了台湾问题对中国的极端重要性，敦促日本慎言慎行。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更在2026年2月的联合国会议上公开表态，无论日本以何种借口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干涉台湾，都将被视为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中国必将进行坚决报复。傅聪的发言比之前外交部发言人的措辞更进一步，几乎是在国际舞台向日本下达最严厉通牒。他痛批东京试图以集体自卫之名干涉台海是歪理邪说，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对日本的图谋予以抵制。在傅聪讲这番话的同时，中国官媒也把美日当月举行的铁拳联合军演描述成染指台湾问题的图谋，提醒读者不要被日美虚张声势所迷惑。中国军方同样毫不掩饰不满，解放军高层和国防部发言人多次点名日本，指责日方抛弃战后和平承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上校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严厉地说，日本政府长期以来透过所谓宪法解释，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又以防卫为名发展进攻性武器，把重整军备披上法治外衣。如今日本右翼势力鼓噪要把自卫队明文化写进宪法，表面说是完善法律，其实是掏空和平宪法，为军事扩张开方便之门。蒋斌警告道，日本右倾势力正图谋透过军事、舆论、法律等手段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务必要高度警惕，联手守护二战胜利成果和地区和平稳定。尽管这番话没直接提及台湾，但矛头不言自明。中国军报和国防大学的一些专家文章则更加直白，批评高市早苗政府疯狂扩军，意图将日本变成随时可以出兵的军事大国。一些大陆军事评论员甚至放言，日本如果敢在台海问题上越雷池一步，必将自食其果，再次品尝战败的苦果。除了官方措辞，中国的民意和宣传机器也强力介入，营造强硬氛围。官媒《环球时报》刊登多篇社评，把高市的发言称作荒谬至极的挑衅，指他为了迎合右翼选民，不惜拿台海问题火中取栗。文章称，现在一个高度军事化、越来越危险的日本正在出现，日本的军国主义幽灵似乎再度出笼，这不仅威胁中国，也让整个亚洲邻国感到不安。官媒引述一些国际人士观点说，高市故意强硬表态，可能是为了巩固选举支持，但却在玩一场危险游戏。更为极端的是，早在2021年，中国网络上一段所谓爱国主义影片就曾疯传视频，声称如果日本胆敢干涉中国统一大业，中国将不惜首先使用核武器打击日本，直到日本再次宣布
无条件投降。虽然这只是网络宣传而非中国官方政策，但其疯狂言辞一度登上国际媒体头条，让外界了解到了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多激昂。如今随着高市执政后中日关系恶化，中国网民中充斥着对日本的仇恨和报复言论，有人翻出侵华战争旧账，斥责日本不思悔改，有人喊出和平东京的极端口号，也有人冷笑预言美国不会真心帮日本，届时日本只有挨打的份。这些声音被中国官媒有选择的转载，引导出一种中国绝不畏战，日本休想侥幸的舆论场域。总体而言，北京已向东京发出了明确而高分贝的信号，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牵涉统一大业和民族尊严，外国军队的任何干涉都是踩踏中国红线。中国方面不仅搬出历史旧账，提醒日本曾经因侵略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投降与战后国际秩序的惩罚，也表明当前决心，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没有任何势力能阻挡。如果日本胆敢以武力赴台助战，那就等同回到了侵华战争的老路，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毫不留情地予以痛击惩戒。这样的强硬表态几乎将中日官方关系推向冰点。2025年末到2026年初，一场中日外交风暴笼罩着东亚，两国互相召见大使抗议，中方单方面取消或冻结多项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计划，甚至有传北京考虑取消对日熊猫租借、限制中国游客赴日旅游等措施作为报复。在中国强大压力下，日本政府内部其实也是如履薄冰，不断重申立场未变，试图为高市发言降温。然而话已出口，覆水难收。亚洲局势因此进入一段高度紧绷的时刻，国际投资者忧心忡忡，邻国政府也密切注视中日是否会爆发更严重的对抗。当前的台海局势仿佛悬挂在天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任何一方的错判都可能酿成无可挽回的灾难。日本高市政权的出现，无疑让这出地缘政治大戏增添了新的变数。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台湾上空硝烟弥漫，解放军登陆部队逼近台北港口，日本究竟会如何抉择？这是悬在人们心头的一大疑问，也是高市早苗以及历任日本领袖在深夜独自思量时最沉重的课题。有观点认为，一旦台海爆发战争，日本其实别无选择。首先，地缘上台湾与冲绳比邻，倘若战火延烧，琉球一带必定首当其冲。解放军为了阻止美军驰援台湾，很可能对驻日美军基地发射飞弹乃至攻击日本舰船。如此一来，日本即使原本想置身事外，也势必要自卫反击。从这角度看，日本自卫队极可能在被动卷入的情况下投入战斗，这并非主动出兵台湾，却将构成事实上的交火。此外，若美军遭攻击，日本基于同盟条约帮助防卫驻日盟军，也是理所当然的权利义务。尽管法律程序复杂，但战争发展瞬息万变，不容许冗长的国会辩论。一旦中国导弹落在日本领土，日本朝野多数势力势必团结一致，立即授权首相动用武力还击。可以想见，那将是自二战以来日本首次对外行使武力，自卫队将与美军协同行动，承担起拦截导弹、制海制空、保护国民的重任。对中国而言，这等同于直接和美日两强同时交战，战局风险陡增。另一种可能情境是，若中国攻击台湾，但暂时避免攻击日本目标，日本是否会主动参战？这将考验东京的决心和胆识。如果美军请求日本协助作战，例如派遣海上自卫队扫雷舰清理台海水雷，派空中加油机支援美国战机等，在存立危机认定的边缘地带，日本政府内部可能出现分歧，强硬派会主张与美国共同进退，以免同盟破裂；谨慎派则会担心日本变成交战当事方，从而遭到中国报复打击。最终决定或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美国态度、压力或保证，中国动作是否明确划界限，台海战况是否久攻不下。假如美军节节败退，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抵挡北京，日本面临的是救盟友还是自保的艰难选择。高市这类领导人倾向于选择前者，他宁可冒险，也不愿让美日同盟崩解，
并放任中国统一台湾成功。毕竟，若台湾被武力吞并，美国势力被逐出第一岛链，下一个面临安全威胁的无疑就是日本本身。长痛不如短痛，许多保守派日本战略家认为，与其将来独自面对壮大的中国，不如现在就与盟友联手承担风险。他们相信，严格限制的小规模参战可以传达决心，同时避免战火全面烧至日本本土。然而，战争一旦开启，就如开闸洪水，没有人能保证冲突会严守剧本，不升级失控。日本出手干预的那一刻，也许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中国极可能立即将日本视同主要敌对方，对东京、大阪等城市进行威慑性打击的威胁便会大增，甚至引发更广泛的地区战争。这种前景之可怖，使得迄今任何一位日本首相在公开场合仍绝口不提进攻或参战字眼，转而以确保下阻、避免事态升级等外交辞令代替。未来数年，中日两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博弈注定愈发激烈。日本可能在短期内面临几个关键抉择：要不要正式将台湾有事写入国家防卫战略和法律文件中，以提高对北京的威慑力；要不要跟随美国对台湾加强军事支持，例如提供军事情报、派遣自卫队医疗舰进行人道援助等；要不要推进修宪，使自卫队拥有更正当的海外作战权限。以高市早苗的性格，他倾向于强化日本的姿态。他上任后已表示将加速研议修宪，争取早日修改和平宪法中关于自卫队地位的含糊规定，并检讨防卫大纲，把中国和朝鲜的威胁写得更直白。同时，他也力主强化日美韩安全合作，拉拢理念相近的澳洲、印度等国，打造一张对华围堵网。在高市的想象中，也许只有日本真正变得强大，才能确保中国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条路却让邻国和部分国民不寒而栗。日本是否会走向军国主义、复辟？是否会因冒进而引火上身？对此疑问，高市及其支持者断然否认。他们声称，日本一切军备和法律调整都是专守防卫的延伸，目的在于下阻战争，而非挑起战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美国内政变化对局势的影响。如果美国在未来出现一位不那么热衷海外军事承诺的领导人，如先前的川普曾质疑美日安保条约是单方面义务，那么日本可能被迫承担更多区域防务责任。正因担心华府靠不住，日本才更加强调提升自主防卫能力。有日本媒体分析，高市政府积极备战的另一层考量是未雨绸缪，应对美国战略收缩的可能。一旦台海有事时，美方支援不及或意志薄弱，日本也好有独立抵抗的底气。这种前提下，日本更没有退路，只能更快地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军事力量。只是亚洲邻国对此可能毫不领情，反而警惕日本重新武装。中韩等国近年来在联合国场合多次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理由之一就是质疑日本未充分反省军国主义历史。亚洲安全困境因此形成，中国的崛起使日本感到威胁而军备扩张，而日本的扩军又反过来刺激中国提高警戒，加速军力建设，双方互疑互惧，安全两难不断加深。午夜时分，东京湾的海风夹带着微寒，首相官邸灯火通明，高市早苗凝视着办公桌上一幅日本与西太平洋地图，思绪万千。在地图右侧不远处，台湾岛静静地躺在那里，如同攸关命运的棋局焦点。对他而言，台湾有事不仅是地缘安全问题，更是决定日本是否能摆脱战后阴影，挺身捍卫自身利益的试炼场。日本要继续扮演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角色，还是在亚洲风云中毅然站出？要冒险挥剑相助邻人，还是退缩自守孤岛？这些问题就像悬念一样萦绕心头。与此同时，在北京中南海，中国领导人也在筹划着另一盘大棋。统一台湾是百年国梦，一刻不能放松。日本的动向则是不可不防的变数。历史书写过侵略与抵抗的血火篇章，也缔造了战后和平发展的黄金时代。如今，新的篇章即将展开，但愿不会重蹈过往的战火，而是走向另一种可能，透过智慧与克制，寻求和平共处之道。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台海局势正处在一个微妙平衡与惊险边缘并存的临界点，一丝误判，一次擦枪走火，都可能将东亚拖入黑暗深渊。高市早苗对台海冲突的强硬立场，凸显了日本在面对区域安全挑战时的决心与困惑。日本政府和自卫队为最坏情境所做的缜密准备，反映出一个国家对和平的珍视以及对危险临界的清醒。而中国对日本安全政策转变的猛烈回应，则蕴含着历史伤痛和现实利益交织下的不信任与戒心。未来的日子里，台湾海峡可能平静无波，也可能惊涛骇浪。风暴来临之前，各方仍有时间审视自己的选择。悬疑尚未落幕，故事仍在继续。我们只能希望，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理性最终能战胜狂热，对话终究能压倒对抗。否则，一旦命运之弦被无情的拨响，回荡的将是整个亚太的悲鸣。日本会不会为台湾而战？这个问题的答案注定写在惊心动魄的未来，而现在的我们只能屏息以待。